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录制经典堆积。这款是一个低重心的爆裹发型。现在呢，我们把所有头发呢湿透，把它梳到自然垂落，找到我们的这个耳点。大家看，耳点的位置在我们的耳朵的外轮廓垂直向上的位置。把这条侧中线分开，先把前面头发夹起来。 我们先从后面开始剪，现在呢，我们找到我们的中轴线，两边要分对称。中轴线在我们的颈点垂直向上的位置啊。找到我们的中轴线以后呢，大家看啊。 再去找到枕骨点，后部的最高面是我们的枕骨点，枕骨点向下1公分的位置。现在呢，找到我们的耳点，连接我们的枕骨点向下1公分。那这条划分线呢，是一条微微的斜向后的划分线。在划分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外点连接内点，高点推向低点，这样更方便我们的分区。 其他的头发呢，我们把它夹干净。这一区也是。为了方便大家观看呢，我继续的由高点到低点。那先呢，把它分干净。 好，那大家看一下，现在这条线呢，它是一个斜向后的一条划分线。好，现在我们从第一区开始剪，注意我们的水分，每一区每一片头发要注意水分均匀，张力均匀。然后呢，喷到以不滴水为原则，把我们的左右两侧的头发分开。那现在第一区呢，我们剪一个 A 计数的圆形，自然垂落的圆形。 那这一区呢，也是我们的底线。我们先把这一区的头发呢，从我们的转角线以外的头发把它区分开。一刀剪出来的圆形，它的外线是不够流畅的，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刀，两刀剪一个微微上扬一点点的一个圆形的底线。那上扬的角度大约是在与地面10度左右。好，现在我们把第一片头发拉过来。 如果说我们现在头位是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梳子就要每一片头发保证梳子与地面水平。在剪到我们的转角线以外的头发的时候呢，我们的梳子要下压10度左右。那这样子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发际线侧面的张力是非常大的，剪完以后头发容易短掉。所以说我们下压的角度呢，是释放它的张力。 如果说我们再去修剪的时候呢，还可以将这个头位呢向前倾斜15度。那向前倾斜15度以后，我们现在梳子摆成与地面成水平线。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剪成一条水平线就可以了，因为头位的角度可以使我们的侧面头发有放长的功效，释放它的张力。长度我们定在发际线往下4厘米左右。第一刀。 梳子摆成与地面成水平线，我们把它剪掉。第二片头发，我们将这个头位呢往另一侧侧头，这样更方便我们裁剪。我们把这个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释放它的张力以后，从中间开始进梳。好，把上面的头发呢轻轻的压一下。现在我们的梳子呢往下压个10度左右。 保证我们的侧面的头发剪完以后不会过于的上扬。好，现在我们看到这条线呢是一条水平线，当我们头位回正的时候呢，这条线呢
就会变成一个偏圆的底线。继续的另一侧，头位呢继续的往前，微微的有点侧头。把我们的转角线以外的头发呢，先把它分出来。沿着我们旁边的长度，梳子摆成与地面呈水平状。继续的将这条直线延伸，摆成与地面呈水平状。最后一片头发，梳到自然垂落，释放它的张力，轻轻的梳子往下压一点点，把它底线剪好。剪完以后呢，我们把它梳成包裹的状态。现在我们把头位回正，看一下两边的长度是否等长。现在呢，我们剪方形的内部结构，次分区呢选择向心一点放射，以我们的颈点第一片，每一片头发呢都是一个三角的划分。第一片呢是在我们的颈点，我们把这片头发拉起来，角度呢是45度，参照发丝与头骨的角度45度。由于我们第一片呢是我们整款发型的外线，我们再去修剪的时候呢，为了保留外线的质感，这一片头发我们只剪上面一半就可以了，不用过于剪得太往下，这样我们外线最后它会虚掉的。所以呢，我们去保留它的质感。那这样去，为了大家更方便的观看呢，我把这个镜头侧到这个面。这样大家就能看到我们的剪切口，只剪了这一个角。继续的向心一点放射，这片头发呢放射到我们的颈侧点的位置。把头位呢稍微往旁边侧一下，方便我们下刀。我们剪方形，找到我们的第一片参照面以后，第二片头发呢靠向我们的第一片，2带1。继续的向心一点放射。这片头发已经跨越我们转角以外了，所以我们再去修剪的时候呢，一定要带到我们的转角线以内。注意我们再去剪切的时候呢，我们的切口非常的重要，切口保证与地面45度。最后一片，我们把所有的头发呢带到我们的正后方，以我们的后部做参照面。现在我们把这片头发呢带到我们的正后方，以我们的后部做参照。在这修剪的时候呢，保留我们侧面这里头发的长度，所以我们修剪的时候呢，基本这里头发是剪不到的。如果剪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的指尖可以压一下，或者是抬啊，这样抬或者压的话，都是保留我们侧面的一个长度。发片的角度上下还是45度，切口在正后方剪一条直线，与我们的其他的发片进行连接。剪完以后呢，把头发梳成包裹的状态。继续的剪我们的另一侧，向心一点放射到我们的颈侧点。找到我们的引导线，注意我们的底线，长度不要剪得过于的往下。向心一点放射到我们的耳后点。这边头发呢，我们继续的把它带到我们的转角线以内。发片带到我们的转角线以内进行去修剪。
最后一片带到我们的正后方。这里头发是剪不到的。好，现在我们在后方呢剪了一个45度的直线，大家能看到我们的切口形状。那落位下来呢，它在内部有一点点内弧的一个层次，也就是它的形线。这一区呢，我们由 A 计数剪了一个圆，然后又45度剪了一个方形。好，第二区的头发呢，我们找到我们的黄金点，先把头位回正，对角找到我们的黄金点，黄金点去连接我们的耳点。那这一区呢，它又变成一条斜向前的划分线。我们先把这头发呢喷湿，注意水分要均匀，找到我们的黄金点，连接我们的耳点。这条划分线呢叫对角划分，也叫对角线。好，现在我们开始次分区呢，用多点放射的一个划分，斜向前多点放射的划分线。发片每片是原位进行修剪的，内部结构呢是圆形，角度45度。那为了我们解决这个区的一个张力问题呢，我们的角度往下压，也就是说45度我们降到30度，降到15度，在最后外线的时候我们降到0度。还是从我们的中轴线开始，第一片头发。长度以第一区的长度为引导线，发片拉起来。现在我把机位调到侧部，头位往前稍微倾斜一点，方便我们下梳子下刀。再去修剪的时候呢，注意我们一直用宽齿分密齿去带，垂直到我们的划分线，把头发带起来，保证我们的发片是在原位，发根是在原位的位置。发片拉起来，找到我们的发片发丝与头骨的角度45度，引导线在底下，与我们的第一区的长度呢进行连接。注意我们的剪切口在这里，剪切口角度是45度。降角度，切口微微往里面收一点，继续的降角度，切口往里收，与我们的第一区进行连接。第二片头发继续的多点放射到我们的颈侧点，其余的头发给它夹起来，取我们的第一片一半的头发作为引导线，还是原位提拉，垂直进梳。发片梳起来，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发片与头骨的角度45度，切口45度。第一片，角度逐渐往下降，切口微微的往里收一点。第三片头发，多点放射到我们的耳后点。那由于这片头发呢，已经跨越我们的转角线以外了，那这片头发再去修剪的时候呢，它的张力也很大，再加上这里的发量逐渐的变少，我们的起刀角度呢在30度，继续的原位提拉，角度30度，找到我们的引导线，注意我们的切口，角度往下降，切口微微往里收一点。最后一片头发，还是原位提拉，角度30度开始，注意我们的切口角度，降到15度。最后一片头发，
最后一点啊，这里的为了保留我们侧面的一个亮感，我们把这片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按照我们底线0度去把它剪掉就可以了。继续的修剪我们的另一侧，多点放射到我们的颈侧点。取我们的中轴线的一片头发作为引导线，调到这个位置啊。发片提拉45度，切口45度。第一片，角度往下降30度，切口往里收，再降角度，切口往里收，与第一区的长度做连接。继续的多点放射，这一片的角度呢30度，原位提拉。降角度，最后一刀梳到自然垂落，0度剪掉。这里也是。保留我们侧面的一个亮感，最后一刀梳到自然垂落，梳子摆成与地面水平，0度剪掉。剪完以后，我们能看到这个内弧线啊，它是一个45度到15度的一个圆堆积。好，现在我们再开始修剪我们的第3区。第3区呢，它就开始贯穿到我们的前发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头发全部都给它梳下来。梳到自然垂落。这一区呢，它由我们的后发圆形直接贯穿到我们的前发。前发呢是一个3角的一个形状。那我们再去修剪的时候呢，一定要确定找到我们的参照面，每一个区的参照面。现在我们把这个所有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中轴线继续给它分开。水分让它均匀。好，现在我们去找到我们的顶点与我们的黄金点的基准点啊，我们把它称之为顶黄基准点。那这个点位呢，我们把它放在头旋往下1公分左右啊，顶点与黄金点的基准点，找到我们的前侧点，顶黄基准点连接我们的前侧点。上面呢就是我们的动感区的头发了。我们把它继续的分好。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头发能梳到自然垂落，继续的从后面开始，从我们的中轴线这里开始，继续的做多点放射向前划分。第一片还是我们的中轴线，角度呢，我们还找到发丝与头骨的角度45度，注意我们的切口要压低一点。与我们的第2区的头发做连接。
继续的多点放射到我们的颈侧点，原位提拉45度，切口的角度45度，逐渐往下降，这样更好与下面头发进行连接。切口要往里面收一点。继续的多点放射到我们的耳后点，头发一定要梳通透，发根梳整齐，压住我们的切口，降角度，剪掉。继续的到我们的耳点，多点放射到我们的耳点，每条划分线都是斜向前的，斜向前更容易方便我们建立形状，也方便我们找到每片头发的原位，也就是它自然垂落的位置。继续提拉起来，找到我们的引导线，角度开始30度、15度，最后一刀把头发梳到自然垂落，0度去修剪，让我们的梳子呢摆成与地面呈水平状，和我们后面的引导线进行连接，剪掉。好，来到侧面头发，大家看，从耳点往前头发，这里的头发呢，需要我们通过我们的每片头发去建立我们的外线，所以我们每片最后一刀的话，都要降到0度进行修剪。那这里的外线呢，我们剪到由圆到三角的一个过渡。现在我们多点放射，把这片头发呢分到我们的耳上基准点，分到我们的耳上基准点的位置。发线继续的原位提拉，找到我们的角度30度，切口也是一个30度左右，往下降15度，切口往里收，最后一刀把它梳下来。最后一刀是我们的外线啊，外线的这里头发呢，一定要降到0度再去修剪，因为只有0度才能决定我们外线它是一个整齐的状态。我们把这里头发呢梳下来，梳到自然垂落，梳松以后，按照我们后面的长度，继续梳子摆成与地面呈水平状，把它剪掉。那剪完这一刀，从侧面我们能看到这个底线呢就开始微微的有点上扬了。继续的多点放射到我们的侧角点，从侧角点开始，我们前面的头发就要给它放长，剪成一个三角的一个外线。现在我们把这片头发呢往后带，梳的时候呢给它往后带，带到我们耳点的位置，角度呢继续的30度到15度到0度。最后一片梳到自然垂落。我们往后带以后，能看到这里的头发在放长，所以放下来以后呢，我们按照上面的头发的一个形线大家能看到，我们把这个头发梳下来，看一下这个形线呢落位下来是前面长一点的，所以我们按照这个形线自然落位的形状呢，把我们的底线也定成与我们的形线连接的微微的有点斜向前的一个切口。最后一片头发，我们把它侧部点到前侧点头发呢，全部带到我们的耳点进行去修剪，角度依然是30度到15度。最后一片梳到自然垂落0度。好，把它放下来，按照我们后面这个长度继续将我们的切口延伸。这样剪完以后呢，我们去从侧面看到它的外线的形状呢，是一个由圆到三角的一个自然的流畅的线条。继续修剪我们的另一侧。多点放射到我们的颈侧点。垂直性梳，把发根头发梳起来，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切口45度，发丝与头骨的角度也是45度。多点放射到我们的耳后点，
一点一刀，垂直到我们的划分线，找到我们的引导线，角度是45度，降15度。继续的多点放射到我们的R点，45度，30， 15度，最后外线0度去修剪。多点放射到我们的耳上基准点，头也给它往旁边微微的侧头，微微的侧头。发片原位，角度30度、15度到0度。最后一片头发0度修剪，梳子摆成与地面水平，按照我们后面的长度把它剪掉。多点放射到我们的侧角点。需要喷水，注意我们的张力。这边头发需要往后带，带到我们的往后偏移，带到我们的耳点，角度还是30度。15度，最后一片梳下来，按照我们的形线将我们的底线微微的向前延长。最后一片我们把它继续带到我们的耳点，往后偏移到我们的耳点，角度依然是30度、15度。最后一片梳到自然垂落0度。好，剪完以后我们依然能看到一个由圆到三角的一个内弧，线条是一个自然流畅的一个过渡。好，现在我们剪到最后一个区，最后一个区呢是我们的头顶区，也是我们的动感区。这一区头发的张力呢特别大，如果我们角度抬得过于高，那它容易短；如果我们角度很低的情况下呢，它就容易产生硬线。所以说呢，我们进行去修剪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高角度的提拉，保证我们的外线呢，它剪完以后呢是一个柔和的、动感的。然后呢，我们用切口去控制它的量感。所以我们用高角度、低切口的一个修剪方式，剪最后一个区动感区的一个形状。那继续按照我们第3区的一个形状，后发剪圆到我们的耳点往前，头发剪三角。那还有一个区呢，就是我们的刘海区。那这个区呢，也就是说从顶点开始，从顶点到前侧点这一区的头发呢，是我们整个头发的最高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发量比较少的地方。那这一区呢，也是我们的刘海区。这个区最后我们会用到0度进行修剪。那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从我们的头发梳下来，梳到自然垂落，找到每一根头发自然垂落的位置，然后从这个头旋的位置开始向心一点放射。第一片头发呢，依然是我们的后发中轴线的一片头发。我们把这头发拉起来，头位先回正，把它拉起来以后呢，找到我们的引导线，角度提拉高于我们的转角。大家看，这是我们的转角线，这是我们的转角，高于我们的转角，
现在呢，压低我们的切口，下面有导线，把它剪掉。继续的向心一点放射。这一片头发呢，由于它的扩散性比较大了，我们这片头发呢，向心一点放射到我们的耳后点，把这片头发呢，再去梳理的时候呢，这叫由外向内梳。我站在后面啊，这样去梳的时候呢，可以减少我们头发在自然吹干了以后它的一个落位。继续的压低切口。它的头发毛流生长方向是这样旋着长的，所以我们再去梳理的时候呢，往后提拉一点点，决定我们头发自然吹开了以后呢，上面的这个长度不会过于的短。好，我们继续的向心一点放射到我们的耳点，继续的头发提拉，高角度提拉，低切口。切口依然是一个堆积的一个状态。好，那剪到前面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的耳点往前的头发，那这里的头发毛流就比较往前走了，所以我们去修剪的时候呢，这里头发往后带，前面剪三角的切口，与我们下面这一区的头发呢进行连接，继续的向心一点放射到我们的侧角点。我们现在把这片头发呢往后带。这片头发呢往后带到我们的耳点的位置，继续的剪我们的高角度，压低切口。再分一片到我们的前侧点，依然带到我们的耳点。压低切口，与我们下面头发做一个连接。好，这一区的头发我们就剪完了，刘海区最后我们0度进行修剪，继续剪我们的另一侧。向心一点放射到我们的耳后点，取我们后面的头发呢作为引导线，这个我们的切口压低，向心一点放射到我们的耳点，再去梳理的时候一样，由外向内梳，这样子向内梳。梳的时候呢，微微的将这个头发往里面靠一点点，找到我们的引导线。注意我们的切口要压低，在这一区很容易剪完以后，由于它张力是非常大的，它容易短上去，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切口。纵向修剪的时候，我们的切口决定我们的长度和量感。向心一点放射到我们的侧角点，我们把头发呢继续梳起来。这片头发要移位带到我们的耳点，现在我们由低到高了剪，先与下面头发做连接，继续的抬高压低我们的切口，最后一片向心一点放射到我们的前侧点，头发依然带到我们的耳点，往后带，先与我们底下头发做连接，继续的抬高压低切口，抬高压低切口。好，这一区头发我们就剪完了。剪完了以后呢，我们从这个前面开始把它最后一个区剪完。最后一个区呢就是我们的刘海区。
来，最后一个区就是我们的刘海区，我们能看到它是一个三角的一个区块啊，三角的一个主分区。现在我们找到这条线的1/2处，去连接我们的中心点，这样子连接我们的中心点。另一侧也是找到我们的1/2点去连接我们的中心点。那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菱形的一个划分。我们先把上面这片头发呢给它夹起来，这片头发呢，它的头发动感比较强。现在我们把这条线呢直接往后去延伸，延伸完以后取我们侧面头发作为引导线，把所有的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放下来，梳到自然垂落以后，按照我们的后面的这个长度继续的将这片头发剪完。自然垂落，那现在我们去梳的时候呢，它不太好控制，所以我用手指去夹起来去剪。那这样去剪的时候呢，尽量的不要使劲拉，不要拉得过于紧啊，还是让头发呢贴在我们的脸上，角度没有提升。注意我们的手位，剪我们的三角外线。另一侧也是，继续的将这条线向后去延伸，头发收下来。按照我们侧面的这个长度，将这个底线延伸，两边进行连接。最后一个区的头发呢，在这里，大家看，我们把它梳下来，梳到自然垂落，让它每一根头发找到它自己的位置，找到它自己该去的地方，或者是我们最后吹干了去剪也是可以的。现在我们直接把它剪掉，梳到自然垂落的位置，按照我们下面这个长度呢，把它多余的长出来的给它剪掉。注意千万不要使劲去拽拉这个头发，轻轻的把它剪完。好，现在我们的结构就剪好了，大家看一下，它是现在湿发的一个状态，结构就给它剪好了。现在是一个湿发的状态，后面呢它的堆积感是比较明显的，前发呢由后发的圆到三角的一个过渡。我们现在把它吹干。好，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是吹干后的样子。吹完后我们能看到这个形线，大家能看到吗？吹干以后呢，上面微微的有一点点重量线不是特别的明显。那我们现在呢，把它所有的外线呢给它柔和一下，我们把它提拉起来，垂直进刀，把所有的切口呢进入3厘米左右，稍微的揉一下就可以了。为了保留一个质感，不需要过多的去打薄，简单的做一些柔和切口。一定要垂直进刀，千万不要锯齿锯齿会破坏我们的结构。我们把它的外线呢再做一个精修。现在是我们简单吹干以后，它结构没有切的时候，它的外线的形态。那去切外线的时候呢，只把这些比较毛躁的这些外线把它切好就可以了。本身结构剪好以后呢，它自然的外线已经非常的漂亮了。好，那在去切外线的时候呢，大家看我们先从它的内线开始，把它的内线呢给它切到。那我们可以斜进刀45度，然后把它转平一点，把它切掉。然后呢，切完以后把外面这些毛躁的都给它做一些精修，沿着我们的修剪的这个形线进行去操作就可以了。那切这条线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这是一条内弧线，两边的这个长度呢差不多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
中间是一条内弧线，我们保证这条内弧线与我们地面的高度呢在30度以内，是比较漂亮的啊，让它这条线呢看起来比较的流畅。把外线翘起来这些毛躁的都给它修掉。每次去切的时候呢，尽量不要一刀切太长，要多梳少切。我们看完，它是一条比较流畅的内弧线。把表面上这些毛躁的都给它涂完，让它看起来更加的有质感。另一侧也是同样的方式。外线总是切不干净的，所以我们去切的时候呢，一定要内线和外线反复的去做。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一层呢给它梳下来，然后呢先把内线给它切一下，越薄是不是越好切？所以呢，我们先把外面这一层剥掉，然后呢把里面这一层给它切干净，然后呢上面的头发再覆盖下来。再去给它精修一遍，表面呢给它切干净。每次都要多梳少切。好，这是修剪完以后的效果。那我们能清晰的看到它的外线是非常干净和流畅的。感谢大家的收看。